大家好，我是小齐，今天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蟹爪兰。上次给大家说过了哈，就是说的嫁接的蟹爪兰，到了夏天应该怎么养？现在已经进入高温季节了，你去观察一下您的蟹爪兰啊，无论是嫁接的还是不嫁接的，它现在顶部没有新叶片了，因为温度太高了啊。进入就是3伏以后呢，温度高了它就不长了哈，所以说这是它的休眠期。对于不嫁接的蟹爪兰怎么养呢？不嫁接的蟹爪兰啊，我们就要去首先观看一下整个植株，它如果枝条有的1根2根很长，其他的很短，我们就把长的弄短，让它整个冠幅比较好看，把那叶片掐掉就行了。然后这样掐掉以后呢，叶片减少了，整个冠幅看着好看了，养分供应的距离也短了，它不需要供应很长的距离去养这些叶片，叶片少了，养分不需要太多，然后度夏会更简单，这是一个前提条件，先去给它修剪。其次呢，就是放到光照弱一点的环境中，你看它不长了，直接放到室内就行了啊，这样它不会出问题。再一个就是不要去施肥了，因为它不长，您用肥它不吸收，根系得到更多的肥料，在土壤当中会出现烧的情况，烧根了以后，到了秋天你怎么养都恢复不过来，所以一定要记住不要去施肥。那么浇水还浇不浇呢？看情况啊，如果说蟹爪兰您去养着养着叶片它1根长枝条对顶端的叶片用手一捏，比较软了，这个时候证明已经缺水了，这个时候就应该浇水了。如果持续不浇水，它所有的叶片都发软，到最后整个植物打蔫救都救不过来啊！捏着顶部的叶片轻微发软，这个时候拿到外边去啊，有院子的放到院子里，没有院子的放到窗子边上，然后浇上水。浇水的时候选择在晚上有风的时候浇，一定记住有风的时候去浇。浇上水以后呢，它在这个窗子边上，在院子里，风会快速的把土壤表面的水分吹的干掉。就是一般晚上放到那儿，到第二天早上出来太阳的时候，它土壤表面就是微微湿润，它不会淤积。但是呢，在有风的情况下，在晚上温度会相对低一些，它的根系活性会强。在缺水的情况下，它会去吸收水分，通过风吹，土壤处于微湿润的状态。然后到了早上搬到原来的地方，搬到室内，它就不会烂根。这就是一个浇水的方法，1个月浇不了几次就是捏着轻微发软的浇水就行了。因为蟹爪兰的根相对也是比较粗的它不会说干掉了那种老根，只是毛细根稍微干一点，只要老根在，到了秋天浇上水，施上肥，接着就能恢复快速生长这就是夏季养护的方法，放到光照弱的环境中，然后呢停水停肥，想要浇水看又通过叶片的软硬程度去判断。这样就能够保证不出问题。其实蟹爪兰我给大家说了很多次，每到这个时候都会给大家说一下不会的可以去翻一下之前的视频。但是有的话就说我的蟹爪兰彻底蔫了怎么办呢？蔫了夏天它不长除非你放到空调房，温度一直保持20度30度以下，这个时候呢你就重新扦插一遍就行了这样或者是打蔫比较严重，放到空调房里，然后呢正常的浇水，保证通风。用透气性好的土壤也能够恢复过来一般蔫就去重新扦插吧。夏天非常难度夏，特别是不嫁接的都容易出问题。这是今天要说的养护方法。如果您养着没有嫁接的，可以按照这种方法去试一下。